Hello，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现在正是1月中旬，一年当中天气最冷的时候。不过在加州，气温还是很温和的，很多花还在开着。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花园在1月中的情况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茶花。这棵茶花是大约在5、6年前的时候从 Costco 买的苗，它的品种名是 Debutante。Debutante 它是这样的重瓣的花，它不是那种非常规整的类型，就有点像洗澡球，所以我们的养花群的花友都叫它洗澡球。这棵茶花是种在一个朝向北面的围墙的下面，所以呢，它其实每年大约在夏天的时候会接受到一些直射光，但在其他时候其实基本都是明亮的散射光。你可以看到它从刚开始2尺左右的苗到现在大约有5尺吧，在这5年的时间内，它其实跟月季比应该说是还长得挺慢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很省心，你不用管它。我在这里连接着滴灌，然后定期的在夏天就是每天浇1次水。我什么都没有管，施肥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或在它花后生长的季节补充一点酸性的肥料，因为茶花是喜酸的。茶花今年开得很好，掉下来的花蕾这些是掉下来的，也没有很多，主要可能是因为恰好从2025年开年至今几乎都没有下雨有关，因为茶花一旦下雨了，它的花瓣就很容易会烂，会掉下来。今年它反而没有下雨，就开得还挺好的。我觉得是这2、3年来开的最好的1年吧。关于茶花的种植，我想再补充1、2点。茶花它其实是一个喜阴的植物它需要一点阳光，但不能够太多阳光。有花友在后台问我可以用这一个来作为朝西面的绿篱，我建议是不要这样做，因为我这边有邻居把它种在阳光很好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叶子就会变黄。现在这里是很绿的，就是说这个环境它很适应，但是一旦是日照太多的地方，它很容易会黄叶，它整体其实也长得不好。所以茶花最适合的是，如果你有一面朝北的围墙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种植在那里。接下来介绍的这一棵是梅花，这棵梅花是我大约1年半之前入的小苗。去年它并没有开花，今年是我第一次见到它的花。我生长在华南地区，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有见过梅花，更加没有闻过梅花的香气。因此今年我第一次看到梅花的时候，真的非常惊喜。你看它那长长的花蕊，就像是睫毛一样 bling bling 的。更让人惊喜的是它的香气。非常幽香。我这棵梅花不大，是种植在一个1加仑的盆里面。我是打算把它地栽的，但是现在实在是太小了，我有点担心它过不了加州的夏天。因此呢，我会把它养的稍微再大一点，至少是3加仑吧，我才考虑把它地栽，估计要明年甚至是后年的时候才可以了。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是这一棵瑞香，今年是它第2年在这里开花，非常的漂亮。我一共有3棵瑞香，其中有2棵地栽，有1棵是盆栽的。我等一下可以给大家介绍不同的条件对于它们来说会有怎么样的影响。首先是这一棵种植的环境是基本是散射光，可能只有非常星星点点的从树冠透下来的阳光，不管是春夏秋冬，它所接受的光照都其实不太多的，以散射光为主，直射光我想不超过1个小时吧。但是它长得很好，它整体从株型、花量来说都很完美。关于浇水，我在4到10月份的时候是开滴灌的，它就跟着一起浇水，大概是每天都有至少1次。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它的种植条件。因为很多朋友当看到我发布的图片以后，都很好奇究竟是怎么养的。
我想可能是恰好我这个环境很适合它。不过虽然是地栽，光照量其实对它的花量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的另外一棵瑞香。那在这个小路旁的另外一侧，就是我的另外一棵瑞香。但是很奇怪，你会发现这一棵瑞香，它的枝干就没有那么的茂盛。我总结这一棵与刚才那一棵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棵在夏天它所接受的日照更少，原因是它上面的这一棵柿子树，虽然现在看着秃了，但是夏天下来它会是非常非常阴。刚才那一棵可能还有斑驳的阳光能够洒进来，这一棵在夏天几乎就遮天蔽日了。所以我想瑞香它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光照，你可以不多，但是最好能够在早晨或傍晚的时候有1个小时，对它的生长会更好。这是我的另外一棵瑞香，这是我的第3棵瑞香。这棵瑞香是去年才买的小苗，因为时间有限，去年我并没有把它种植在地里，但没想到它还是开花了。这一棵跟刚才的是不一样的品种，你可以看到它的茎边更大一点，更明显一点。说起来，这一棵它其实是放在这个大盆，是我的藤本月季 Colette 的盆里。这个位置，你说它接受的阳光很少吗？也不是。因为你看现在早上的话，它就能够有直射光，但是当中午或下午的话，它其实这个位置就又能够提供遮阴的，所以这也许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瑞香种植的思路，给它早上清晨的阳光，这样的阳光照亮对于它来说它还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一棵比刚才地栽在那个柿子树下的那棵长得更好。我闻一下它的香气。它的香味跟刚才那棵是一样的，就是叶子有点不一样而已。那总体来说，瑞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适合半阴的植物。夏天，整个夏天我是给它这样连着一个滴灌头，所以它的供水是非常充分的。我想这也许也是其中一个要素吧，就是要确保它供水的充足。瑞香其实是挺需要水的，如果在加州它被干到的话，有可能会落叶，会长得不好。刚才在这棵瑞香的旁边，我突然发现这个铁筷子开了。这铁筷子也是跟这棵瑞香一样，是种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地块里，但很明显这个位置很适合它。它是一个白色的单瓣，花心还是非常的可爱。你可以看到这一颗。在它旁边的这些球根也慢慢的起来了。这是风信子，其实球根植物很适合在落叶树的树下。这里是从11月中开始，当柿子树的树叶掉下以后，下面的球根就开始慢慢长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树下的这些新发出来的就是水仙。除了极个别的月季以外，其他的大部分月季给冬剪了，因为1月这时候是全年最冷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适合月季冬剪的。我觉得什么时候剪，就是具体哪一天不是太重要，关键的是看当时的天气，要确保它在之前以及之后都能够有2到3天的晴天，这样能够确保它修剪以后能避免一些感染。大家看到的这一批，我都是在上一个周末剪的，我就拿这一棵来做例子吧。它其实这一棵是去年才来的小苗，今年找到了一圈，可以看到我主要是留一个高度大概在20到25厘米的灌幅因为它的这个分支就是2级枝条都已经比较粗了，所以我就保留一些2级枝条，每一个2级枝条上面留3、4个芽点，大概是这样。譬如这一个，就是我会选择这一个朝外的芽点，它的上方大约1厘米的地方剪。换另外一棵也是一样的，比如这一棵它的枝条数，它的比较粗壮的枝条只有1支。所以呢，那些细的我还没有剪掉，
但是呢，看到有一个底呀开始出来了。那说起这一个比较粗壮的枝条，你其实可以稍微控一下它的高度，因为这种很粗的枝条，它长出来以后，它不仅会长一个芽，它会长几个芽。你不想它2级枝条太高，所以你可以控制一下它高度，但关键就是我们要留这一个芽点，在它朝外的芽点的上方修剪，然后这一圈的苗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去修剪的。除了修剪以外呢，我还给他们换了盆。我最近发现一个能够让月季，特别是盆栽月季看起来稍微整齐一点的方法呢，就是你给他们都换上同样的盆，加同样的托盘。因为月季本来就是一个很张牙舞爪、很不规整的植物，你给它一些统一一点的装束，就像穿了制服一样，它整体看上去就会比较整齐。而在这里面呢，这一个青山盆，我是第一次用，我觉得还是挺结实、挺适合的。青山盆它就是在这里面，它是有一些空隙，能够让它呼吸。所以我决定把我其他的都换成这一个盆，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不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看这边那么的整齐，这一边我还没有换盆呢，就各种各样、各种形状的，有黑的，有绿的，有粉色的，然后不同大小的托盆也随便找一个盘子接着，这样就看着很不好看，很乱。但是一旦给他们都换上整齐的制服，齐刷刷的站在这里，就觉得很好看。所以这就是我接下来会继续做的，就是把它们都给换上新的盆，这样来联放在这里就会稍微整齐一点。这一个青山盆，它的购物链接我放在了描述栏的下方，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藤本月季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你可以看到去年这一年它就是疯长的状态，所以呢，我接下来会给他们做一个整理，那到时候我再更新视频。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样，希望您会喜欢，同时也希望您能订阅、点赞，这样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